此烟台正是我家真娘连日连夜烧出来的，你们为何要强人所难嘛？啊！干嘛？干什么？为什么欺负我爷爷？哇，学墨才3年，就能同时点30盏灯，烧出1斤2两的超品烟台。我虽不懂制墨，但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行家，你们学墨3年能做得到吗？我也不敢夸如此海口。李真，你说你能制超品烟台，可有证据？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忙忙碌碌几十年烧不出好的烟台，就非说别人也烧不出来，真是可笑。再说了，这别人不知道，尚且情有可原。可是六爷爷、景东叔，难道你们不清楚吗？我爷爷初学墨的时候，轻轻松松便可以烧出超品烟台，之后更可以同时点灯35盏。我是我爷爷的亲孙女，更是他老人家亲手教出来的，他的手艺我为何不能继承？您说对吗，六爷爷？你若真能烧，就当场烧给我们看看吧。你是谁呀？啊，田本胜，你会制墨吗？你连商业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吧？我凭什么证明给你看啊？胡会长，若是你们不信，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。只是眼下我烟棚的材料用完了，待我买了新的以后，随便你们验看。哎呦，这又有何难？材料我田家有的是。曾师傅，你这就派人回田家磨坊拿上好的新料过来。好。哎，我可不敢用你们田家的东西。谁知道你们田家是不是要试图图谋些什么？你推三阻四，这分明就是不敢当众烧烟嘛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是不想烧给你看，我凭什么烧给你看？我不看，我给胡会长看。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回家去！你们这些大男人，欺负一个小姑娘，合适吗？七祖母，您怎么来了？真娘，我把生料给你送来了，你可以当场烧给他们看看。虽然可以验给您看，可是他们……丫头，你学墨3年，你的真本事，七祖母还没有好好看过呢。胡会长，田老爷，若是真娘当场烧出超品烟台，你们能信服吗？我等自然相信，眼见为实吧。真娘，我本来不想理会你们的，可既然今日我七祖母亲自来了，那正好，真娘也想让您看看，这些年我学墨到底有没有进步。狗儿，卸货。是。不急。烧烟好坏也有运气成分。若是只烧1两盏，万一真是让他撞了大运，真就烧出一点好的呢？既是当场见证，便该像李大师所说，30盏一同点起来。若是烧不出足够数量的超品烟台，也做不得数。是不是欺人太甚了呀？能烧就烧，不能烧，我烧得了，不就是30盏灯吗？七祖母，真娘能烧得了。八爷，为了避嫌，你待在里边不合适吧？我爷爷只是来帮我摆东西。爷爷，放心吧，我自己可以。我觉得你坐在这儿也不合适，你还是出去吧。那咱们就开始吧。
点灯1盏，点灯2盏，3盏，4盏，5盏。手怎么还软了？李大师，风清气正啊！点灯30盏，李家景东爷，他要真当众烧出超品烟台，那你李家就亏大了。有田家亏得多，滚一边去。30盏灯谁点不出来？超品烟台，哼！心静就是大道至简，心无旁骛。除了灯与我，再无他物。有没有透光的布条？透光的布。有。真娘，你看这个行吗？行。我来帮你。这是要蒙眼烧烟？爹爹，你每天点这么多灯，不无趣吗？一点都不无趣。我觉得挺没意思的。爹爹，你为什么不觉得无趣？你看那火头上有什么？什么也没有啊。瞪大眼，仔细看。哦，好多烟。仔细看，那像不像爹爹给你捉的蝴蝶呀？好像啊。哎，你看它又变了，这像不像哥哥给你扎的风筝呢？哦，还有那个像蛇，对，这个像苍蝇。啊，还有，这个像万年糕。这孩子是眼都能看出吃的，陈某。闭上眼睛，
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呢？听见爹爹说话。我让你听烟。是不是远远传来那个爆竹声啊？有哎。你现在啊，也不看，也不听，变成院里那个小狗子，专用鼻子嗅。你能嗅出什么味道？一股油烟味儿。你将观、听、嗅都集于一处，打开心眼。虽然这是小小的一间斗室啊，却引着32峰，烟尘鸟兽，烟霞云海，微微错愕，世间人呐。超品，确实是超品呐！不像超品吧？大爷，您的孙女儿真是了不得呀！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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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得喝口酒压压惊。幸亏我没在场，若是我见着你蒙眼烧烟，那我那心都得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真娘，以后这么冒险的事，你还是少干吧。娘，我一手烧烟的功夫是爷爷教的，差不了。那也够紧张的了。爷爷，娘，哥哥嫂嫂，当众烧烟未必是件坏事，想必日后各家磨坊不会再为难我了。真娘日后想去各家磨坊压柜领灯烧烟赚钱。这3年来，除了爷爷的悉心教导，娘留在磨坊外的每一顿热饭菜，还有哥哥嫂嫂四处省下来的每一笔银子，真娘都铭记在心。日后就换真娘来照顾你们。瞧把你高兴的，快吃饭吃饭。哎，娘，你就让我说嘛，我等了3年就为了说这一通。好，你说。哎，娘，你说
我学墨才3年，我就烧出了超品烟台，把其他磨坊的大师傅未必可以烧得出来。就是，我日后光靠着烧烟台就能够赚钱养家了。等我赚了钱，我就给咱们家换个宅子，到时候所有人都住过去。哥，你看啊，1罐超品烟台是2两银子，我得烧多少罐才能赚到钱给咱们家换宅子呀？可是我也不是每次都可以烧到这么多的。让你学墨，不是让你当小工挣钱的。爷爷，爷爷，真娘错了，您请喝茶。爷爷，我这不是一想到咱们家要过上好日子了，我这一开心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嘛。爷爷，您放心，您跟我说的治墨之道，真娘从来没有忘记。风清气正，墨道传承为先，我才刚刚起步，治墨之路异常险阻，我需戒骄戒躁，慎独专心，治墨需心无旁骛，方能走出浩然大道。爷爷，我说的可对？那爷爷问你，治墨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治墨一环最要紧的，自当是合胶。那只是术。何为道？守何道？怎么守？治墨最要紧的就是4个字：一以贯之。一以贯之。爷爷，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一，就是你治墨的道，治墨的准则。每个人会不尽相同，但是只要你找到了这个一，你就要持之以恒，坚定不移，矢志不渝，不被外界的困难、诱惑所干扰动摇。你还差得远呢。爷爷，虽然现在这个一我还没能找到，但您放心吧，这治墨之道我绝对不会走偏的，因为有爷爷您在呢。不过这大道走累了，偶尔走走小路赚点钱，咱家的日子也能好过一点嘛。不过您放心，绝对不会影响到我走大道的，我只是半路放放风而已。你说你这治墨的手艺吧，要能像你嘴上功夫那么厉害就好了。花架子嘛。记住，一以贯之，体用一元。一以贯之，体用一元。爷爷喝茶。